嘿，我是 Gail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新的一周到来了，这一周是从忙碌的工作中开始的。我其实2个月前就已经辞了自己的全职工作了，现在在做的呢是一个 Pre-MBA Internship， 就是在 MBA 项目开始前的这个暑假做一个实习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所以我这个实习是远程的，就是在家工作的意思。很多 MBA 项目呢是2年期的，所以其实实习的机会只有第1年和第2年中间的那个暑假，因此很多人会选择利用在项目开始前的那个暑假也进行实习，这样就多了一个探索不同行业的机会。我就选择了一个跟我之前的全职工作非常不一样的实习。我之前的全职工作主要是做数据分析，还有管理收支这一块的，而我现在的实习呢是跟投资有关的。哈佛今年的 MBA 是8月24号开学，所以我实习的最后一天就安排在了8月15号，还有2周多的时间。这个实习真的是让我体验了很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，非常的有意思，也让我对之后想找什么样的全职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但我也要说一下，这个 MBA 之前的实习并不是必须的，我的很多学长学姐都是在开学之前的暑假出去旅游的。如果你要读 MBA 的话， MBA 之前的这个暑假你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，开心最重要。工作结束后就要进行最重要的日常任务了，带狗熊出去散步。波士顿这边养狗的人真的非常多，真的是乐坏了狗熊，遇到了很多他的狗伙伴。这个是狗熊最喜欢的小公园，每天早中晚3次都要来光顾。我和好好先生正在开车去买菜的路上，正好跟大家介绍几家我们经常去的超市。Hi HBS， 这个就是哈佛商学院的楼，出现在了无数哈佛商学院的宣传材料上。其实哈佛是没有它的一个围起来的校园的，它的建筑都是在马路的边上。你像从哈佛商学院走到哈佛本科的校区 Harvard College 就大概要走15分钟，如果你想去医学院的话，甚至要开车才能到。这个是我们经常来的超市之一 H-Mart， 它是一个韩国超市，里边卖的东西的品质非常好。如果你喜欢吃肉的话，这里还可以买到和牛。它还有很多韩国的其他食材、零食，还有各种亚洲的调味料。老干妈，国民女神，必须拿一罐。H-Mart 还有自己的熟食区，如果不想做饭的话，可以来这里直接买吃的。这个是它的猪肘子。我一个东北的朋友还说他在这里找到了他儿时吃的朝鲜族的美食。第2家我和好好先生经常逛的超市就是这个中国超市 Hong Kong Supermarket， 前身是 Super 88， 所以大家也叫它88。88的东西种类也很多，而且相对于 H-Mart 来说价格可能更加亲民一些。这里还有卖羊肉片的，我已经看到火锅在向我招手了。这里还有挺大一区是卖日用品的，如果你是从别的国家刚到波士顿来的话，可以考虑来这里买一些家用，有一些东西的价格是比美国超市要便宜的。顺嘴提一句，88是有自己的微信群的，如果你在群里的话，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打95折。当然了，最不能缺少的肯定是我们的零食区，我觉得这里的零食种类还是挺多的，比如说我喜欢吃的辣条，这里就可以买得到。最后再推荐一家朋友带我来的俄国超市，叫 Bazaar on Cambridge， 里边卖非常多的俄国本土食材，但是最吸引人的肯定是他们的甜品区。他们每天有30-40种甜品在卖，都是他们自家制作的。甜品的价格是跟着重量走的，如果你吃不了那么多的话，可以要求店员给你少切一点。我已经确认过了，没有最低重量的要求。店员说他们这种盘子装的蛋糕每天能卖出10几盘。我们已经转完俄罗斯超市出来啦，最终没忍住，还是买了一点糕点。这个是我挑的，叫 Margarita Pastry， 是有一点像面包一样的这样一个甜品。老板说吃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，因为它非常的酥脆，如果捏得太使劲就会掉一身的渣子。这个小盒子呢是老板送我的，因为他看我对好多糕点都感兴趣，他就说给我一个试吃装。这2个都是他说的特别传统的俄罗斯的糕点。
我们回家吃一下吧。今天肯定是要卡路里超标了，晚上要出去跑步了。一转眼周末又来了，我和浩浩先生决定出去转一转。这个是一个地铁站，地铁站的那个楼上写的 T 代表了波士顿的公共交通系统，包括了地铁、公交车，还有查尔斯河上的渡轮。如果你经常使用公共交通的话，可以选择买 T 的年票，学生是有折扣的。我们现在是到了波士顿非常有名的 Quincy Market， 人非常的多。Quincy Market 是1826年建成的，这个白色的建筑就是 Quincy Market 的本体，两侧的这个红白的两个建筑就是 South Market 和 North Market。Quincy Market 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商业区，里边有非常多的商店和饭店，然后还会有非常多的街头表演者。我和好好先生要去 Quincy Market 的楼里转一下，有一个商户正在发他们家蛤蜊浓汤的试吃。在波士顿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波士顿龙虾卷和蛤蜊浓汤了吧。我们现在是在 Quincy Market 旁边的 Haymarket， 是一个农贸市场，周五和周六开，东西非常的便宜，像菠萝啊、西瓜都只要1刀，一袋橘子也只要1刀，连超市一半的价格都不到，强烈推荐。回家的路上途经 Little Italy， 就是意大利村，这里有很多意大利人聚居，也有很多正宗的意大利餐厅。这种在路边吃饭的氛围一下子勾起了我大一的时候去意大利的回忆。再忙也不能忘了运动，我和好好先生决定骑一下共享单车。这个 Blue Bikes 在波士顿真的遍地都是，去哪里都有，强烈推荐没有车的朋友们可以试一试。建议下载他们的软件，因为这个自动售卖机真的不太好用。如果是学生的话，每个学校都有自己跟 Blue Bikes 的项目，可以减少你租车的价格。查尔斯河横穿波士顿，沿着河边有铺得非常好的骑车的道路，特别适合忙碌了一天以后骑车休息一下脑子，骑累了还可以就事欣赏一下河景。我现在是在查尔斯河边上，今天早上跟好好先生一起租来骑单车，我们现在是沿着这个河边这样来回这样骑，已经骑了来大概2英里吧，3000米，现在是在回的路上，所以还有2英里要走。这个河边的风真的非常的舒服，然后河景也特别的漂亮。这周就让我们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中结束这个 vlog 吧，下周见。